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和田秀树医生所著的《女性80岁之弊》这本书。大家都知道，男女的平均寿命差异很大。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为81岁，女性为87岁。对于男性来说，到了80岁，人生几乎已经进入最后阶段；然而对于女性来说，即便进入80岁，仍然还有大约7年的时间可以充分利用，所以80岁仍然可以说是现役的年龄。根据统计，已经活到80岁的女性的平均余命竟然是12年。这里的平均余命不同于平均寿命，它指的是现在80岁的人未来平均还能活多少年。已经活到80岁的女性说明她们身体相当健康，因此寿命会比普通平均寿命更长，平均可活到92岁。也就是说，对于女性来说，80岁仍然可以说是人生的开端阶段。尽管如此，到了80岁，身体各方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，已无法像年轻时那样灵活。这也是能否顺利跨过80岁之弊，并在之后顺利愉快地度过90岁甚至100岁人生最后阶段的关键。不过，这本书提供的是专为女性准备的罕见而纯粹的女性专属信息。看到本视频的幸运女性们，一定可以轻松跨过80岁之弊，把后半生活得精彩。而对于有高龄女性伴侣的男性，这本书也非常值得参考，因此男女都可以一同欣赏。本视频将介绍80岁以上仍然保持年轻活力的女性所做的7件事情，希望大家参考。第一件，从医学角度来看，让80岁以上女性保持年轻的正确方法。正因为是女性，所以需要增加男性荷尔蒙。女性到了50多岁，会进入更年期，荷尔蒙的变化会导致身体状况发生巨大变化，由此骨质疏松、糖尿病等各种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。50岁以后的女性，是已经克服必经后各种疾病风险的人群，因此到了80岁，她们的身体可以说非常强健。但即便如此，也不能掉以轻心。80岁时最容易衰退的，恐怕还是肌肉。实际上，从进入70岁左右开始，女性的肌肉量会以加速度下降，尤其是大腿肌肉。有说法称会下降到30岁时的1/3。之后，女性可能会更多关注骨质疏松的风险，而忽略肌肉健康。但实际上，70岁以后，关注肌肉健康才是关键时期。因此，希望女性从年轻时就重视男性荷尔蒙。尽管刚才说是针对女性的话题，但男性荷尔蒙却恰恰是必经后女性生命力的晴雨表。一般来说，过了更年期，男性会显得衰弱，而女性则更有活力。而这一秘密，正是男性荷尔蒙。最近男性更年期这个词也开始被提及。相比女性经历的极其痛苦的更年期，男性的更年期可能被女性嗤之以鼻。不过实际上，男性从40多岁到50岁以后，男性荷尔蒙急剧减少，确实会出现各种不适。这也是男性过了更年期后身体状况突然衰退的原因。换句话说，男性荷尔蒙无论男女，都是我们活力的源泉。相反，如果男性荷尔蒙减少，无论男性还是女性，肌肉量都会下降。如前所述，女性在70岁以后肌肉量会迅速减少，这被认为是因为50岁左右男性荷尔蒙暴增，但到了70岁以后开始下降。因此从60岁起，务必要养成促进男性荷尔蒙分泌的生活习惯。接下来介绍第二件，医学上让80岁以上女性保持年轻的方法之一，是积极吃肉，成为肉食系女性。为了充分发挥男性荷尔蒙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吃肉。正如肉食系女性这个词所表达的，那些精力充沛、活力十足的人通常都吃肉。虽然最近欧美等地素食主义盛行，但实际上研究显示，素食会导致男性荷尔蒙下降，活力降低。而且不仅如此，即便寿命相同，长期素食的人健康寿命也会缩短。所谓健康寿命，
是指能够自立健康生活的年限，因此，重要的不是单看年龄寿命，而是延长健康寿命。最重要的就是吃肉，肉类中含有大量胆固醇。提到胆固醇，人们容易联想到健康检查中被提示的坏胆固醇，觉得它不好。然而，食物中的胆固醇并不会直接转化为坏胆固醇，相反，食物中的胆固醇是制造男性荷尔蒙的重要原料，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。此外，肉类还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，尤其是牛肉和青鱼，还有所有我们必须从食物中摄取的必需氨基酸。因此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肉类是非常优秀的食品，值得积极食用。可以说，正是通过吃肉，作为肉食系女性，才能充满活力地生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这就是保持活力的秘诀。接下来介绍第3件，医学上让80岁以上女性保持年轻的方法，是尽量用自己的手脚做家务。除了吃肉之外，还应注意适度运动。不过，这里的运动并不需要到80岁还去做繁重的肌肉训练，只要在家里随时动一动，对于80岁的女性来说，也能获得令人惊讶的年轻化效果。换句话说，男性荷尔蒙增加会促进肌肉增长，而肌肉增加又能进一步刺激男性荷尔蒙分泌，这种相互作用能让我们越来越健康。因此，为了增加肌肉，配合吃肉，还应多动。这也是为什么即便肌肉在80岁时只剩1/3，也只要做相当于年轻时1/3的动作，就能充分刺激肌肉，实现类似肌力训练的效果。扫地、擦窗、晾衣服等日常家务，对于80岁的女性来说就足够成为运动了。实际上，这样运动不仅能增强肌肉，增加男性荷尔蒙分泌，还能改善血流。女性闭经后的男性荷尔蒙几乎全部由肾上腺分泌，而肾上腺是位于肾脏上方的小器官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血流变差，功能也减弱，因此适度运动增加血流，有助于促进男性荷尔蒙分泌。当然，无需勉强运动，否则可能增加骨折或受伤风险。70岁以后应以在家适度活动为主。比较退休后的男女，女性更有活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女性会做家务。男性退休后容易宅在家中，不做家务，只坐在电视前，因此运动量大幅下降，男性荷尔蒙也会骤减。接下来介绍第4件，医学上让80岁以上女性保持年轻的方法，是不做健康检查。近年来，无论男女，大家都更常做健康检查，公司强制健康检查，或者社区提供免费检查，都是常见情况。以前健康检查多为男性进行，女性较少。如今女性也在工作，因此做健康检查的机会增加。然而本书作者认为，这种健康检查其实没有必要，甚至不做反而更有利于健康和长寿。原因在于，健康检查与长寿毫无关系。假设健康检查能延长寿命，那么在公司做健康检查的男性应该比家庭主妇女性寿命更长才对。但实际上，平均寿命男性比女性短6年，可见情况并非如此。也就是说，不做健康检查的女性反而活得更长。健康检查并不意味着你能治愈或预防疾病。40岁以上的人几乎不可能健康检查全是 A， 多数人会在胆固醇、尿酸等项目出现 B 或 C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异常值增加，这会让人担心，甚至以为自己得了严重疾病。俗话说病由心生，过度担心疾病会因压力而真正损害身体。有研究显示，即便没有疾病，仅因担心疾病造成的压力氧化作用，也可能增加癌症风险。此外，健康检查如果出现异常，被医生要求去医院，就可能被诊断并开药，结果很多人被迫服用本不需要的药物，身体反而被伤害。这类例子屡见不鲜，例如高脂血症。健康检查显示 LDL 坏胆固醇高，并不意味着必须吃药。首先应调整饮食，
贸然吃药只会让身体更糟。作者通过观察众多病例指出，几乎没有人通过把健康检查数据调到正常就能变得更健康长寿。实际上，健康检查并不能治病，也不能防病。例如心肌梗塞，很多高龄患者因其去世，但普通健康检查无法诊断心肌梗塞。70岁以后，即便健康，有时心电图波形也可能类似心肌梗塞。作者指出，诊断心肌梗塞的医生中，很多都是经验不足、医学知识停留在过去的老医生。这类医生会出错，把老人送进医院，造成医疗伤害。而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，一旦被送进医院，就可能接受冠状动脉 CT 等大型检查，需要将造影剂直接注入血液，身体负担大，即便没有心肌梗塞，也可能被强行做这些检查，结果身体状况反而变差。与此同时，真正的心肌梗塞可能被漏掉，这让健康检查毫无意义。当然，实际有痛症或不适的人去医院是必要的，但若完全健康，却去做健康检查，就相当于把本不生病的人强行塑造成病人，开药做检查，从而被卷入医疗行业的盈利结构中。接下来介绍第5件，医学上让80岁以上女性保持年轻的方法，是不要完全相信医生的话。本书中甚至提到，如果完全照医生指示去做，有可能会增加癌症风险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大家知道日本人死亡原因第1位是什么吗？那就是癌症。日本因癌症死亡的人占总死亡原因的1/4，也就是说，每4个人中就有1个会死于癌症。在癌症成为第1位之前，日本人的首要死因是脑中风。作者指出，为了预防脑中风而开的一些药物，确实使脑中风不再是死亡第1位，但与此同时却增加了癌症的发生率，从而让癌症成为日本人的首位死亡原因。在日本，脑中风中尤其常见的是脑出血。脑中风主要分为2类：血管堵塞的脑梗塞和血管破裂的脑出血。过去日本尤其多的是脑出血，人们认为脑出血与高盐饮食导致血压升高，进而脑血管破裂有关，因此医生会给高血压患者开降压药，或强制限制盐分摄入。然而令人恐怖的是，这类降压药和盐分限制实际上会增加癌症发生率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增加癌症的行为几乎没有任何意义。事实上，日本人脑出血的减少，并不是因为医生开的降压药有效。换句话说，血压下降并非脑出血减少的原因。如今营养状况良好的日本，特意服用降压药来降低血压是非常浪费的。相反，过度服药或强行限制盐分来降低血压，反而会增加癌症风险，因为会导致免疫力下降。以预防脑出血为名的无意义药物，实际上反而提高了死亡风险，这显然是本末倒置。许多医生并不清楚这种情况，即使知道，也可能出于与制药公司或医院利益的关系而隐瞒真相。因此，作者建议，对医生的话只听一半，不要全盘相信。同时，即使医生开药，也应除了真正必要的药物外，尽量不吃。接下来第6件，医学上让80岁以上女性保持年轻的方法是不节食。目前社会仍存在瘦就是健康的观念，人们常说，为健康应保持瘦身，肥胖比吸烟更糟糕。确实，在40岁到50岁的中年时期，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。那时，过胖确实对身体不利，但作者指出，60岁以后情况完全相反。统计显示，稍微胖一点的人反而更健康，寿命更长。稍微胖一点意味着身体营养充足，即使食欲下降，也能从脂肪中获取所需能量。此外，稍胖的人骨骼更结实，骨折风险更低。不仅如此，稍胖的人大脑也更活跃，体内葡萄糖充足，意味着能量供应充足。过剩的葡萄糖转化为脂肪，
虽然年轻时过多葡萄糖可能增加糖尿病风险，但60岁以后，对维持脑健康非常重要。老年大脑神经细胞能量效率下降，活动需要大量能量，体内葡萄糖充足，有助于大脑活跃，从而预防认知症。实际上，医院中许多认知症患者看起来都偏瘦，而稍胖的人则较少出现认知症。尤其70岁以后，稍胖有助于身体和大脑保持健康。瘦的人不必强行增重，但已经稍胖的人绝不能节食。最后第7件，医学上让80岁以上女性保持年轻的方法是不要刻意降低胆固醇水平。之前提到，男性荷尔蒙需要胆固醇作为原料，所以应适量摄入。实际上，胆固醇除了制造男性荷尔蒙，还有多种有益作用。所谓坏胆固醇，是健康检查中最容易出现的异常指标之一。但60岁以上的人，坏胆固醇偏高反而更好。所谓坏胆固醇，名字听起来可怕，但它在体内并非有害。从科学上讲，坏胆固醇是从肝脏运输到血管的胆固醇，这是因为胆固醇参与血管结构的构建，使血管更有弹性。胆固醇属于油脂，当它附着在血管内壁时，会让血管变得柔软有弹性，因此血管可以适当的收缩，调节血压和体温。然而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许多人血管的弹性会下降，结果血压调节不顺利，可能会出现站立头晕、体温调节不良，容易中暑。因此，这种能维持血管弹性的 LDL 胆固醇，也就是所谓的坏胆固醇，在60岁以后就变得非常重要。所以，到了60岁，如果用药刻意降低坏胆固醇，是完全不合适的。不仅如此，最近研究发现，胆固醇对心理健康也有极好的作用。大家听过幸福激素、血清素吗？实际上，把血清素运输到大脑的搬运工就是胆固醇。体内的血清素大部分存在于大脑中，但实际上大部分是在肠道中生成的。然而，大脑有一道非常强大的屏障——血脑屏障，会阻挡有害物质进入大脑。要把肠道生成的血清素运送到大脑，胆固醇是必不可少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用药刻意降低胆固醇，就会导致血清素水平下降，从而降低幸福感，等于是用药物把幸福推开。这也说明，医生说的事情并不一定完全正确。对医生的话，半信半疑，听一半就好才是最合理的方式。可以说，能否在80岁以后保持健康，关键在于你掌握了多少正确的信息。综上所述，女性在80岁之后依然可以保持活力与健康，并不是偶然，而是有迹可循的科学方法。从关注男性荷尔蒙、积极摄入优质蛋白、适度运动、谨慎对待健康检查，到不盲目节食和合理对待胆固醇，每一个细节都关乎晚年生活的质量。掌握正确的信息，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，就能轻松跨过80岁之壁，让人生的下半场同样精彩而充实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